上会火就会火，会火的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王鹤棣。然后我们常规操作还是有一个热身仪式。教练说，来吧。教练说做好了，伸右手。教练说伸右手。教练说 wink 一下，手放下。不是，我刚刚让我 wink， 我感觉我上了你们的套路，就是要让我做个这种，就是 wink 对着镜头来个表情包啥的，这套路太深了。后面还有招是吧？来吧。不是老师往这边稍微挪一点。整体是吧？你喊个开始呀！来，这个开始。教练说回头，看前边。教练说看前边。别动了，不许别动。啊，还要执行你的反义词，好，不重要啊。来，我们下一个环节。那我们就是有一个我赢了呀，我没赢吗？啊，那对，我就确认一下这个游戏规则啊，就是你没有说教练说的时候，你说的那个指令，我是还要去做相反的，说不要动，我这咋的？我还得。好吧，那这样吧，那我们给你个奖励。谢谢。好，可以。奖励是我们会有微博。哦，好的，谢谢。我觉得很大吗？这礼物？哦，是，很大很大。这么淡定。啊，对，那我应该什么反应？哦，感动，感谢。本来就是唱首儿歌。儿歌，两只老虎跑得快，一只没有眼睛，一只没有嘴巴，真奇怪。然后那就是平时你会过儿童节吗？我不会。不会。对。因为现在就是大家每天看路透啊，都觉得在看自己的小孩上学的监控，你没有这种感觉？我当然没有，高低是个小学啊，没有。对，我录错节目了。诶，我录的不是桃花坞吗？最近也说了什么互联网他们都想带你去上学。不，为什么？我今年24了，我这该出来闯荡社会了，我不要回去上学了。好，然后呢，就是因为最近有很多赛牌都在拍你们的运动，看一下他们是怎么形容你的。哦，我知道上一次丽江的时候，好多人跑我妈那儿去告我状，说我把裤子弄脏了呀，什么衣服弄脏了这些的。说今天王鹤棣打球一发入篮，在王传君面前使劲嘚瑟，单膝下跪，高举双手扭屁股打拳风。哎呀，这还挺长，挺会形容。这个图都是什么帅气开车？这咋的啊？咱那些咱也有，是吧？你觉得在桃花坞里的王鹤棣跟平时的你有什么不一样？在桃花坞的这个环境里面，我会更加的自在，就不像是在工作，就是像在一个小世外桃源的那种感觉吧。所以就是和平时外面的这个常规状态下的我的话，可能会更加的兴奋一些吧。花果山，对，咱地盘儿，在我地盘这儿你就没有。上一次录制的时候就晒黑了很多，这一次准备晒黑几个？那已经，朋友们看看吧，不是这个问题就是问晚了，因为我前面就也在海边待了很长一段时间，所以就是这次不完全怪桃花坞，但是呢，桃花坞肯定会火上浇油一次，只有更黑，没有最黑，对。作为这里的时尚达人，这一次带了多少衣服？还好吧，就一天一套。是不是带了点裤子？没有。都叫你下次多带点裤子，因为很会裤子。不用啊，那裤子脏了就是又是另外一种效果，你们都不懂，就潮人的世界就是不需要过多的解释，就是那本来是一个基础款，然后被泥土那个弄脏了过，它又是一个就是一种风格 ，you know， 啊，能 get 吗 ？OK， 你还是不错的，上一次有一个词条是王鹤棣吊球进河里了。对，但是我要说一下这个点，在桃花坞里面，第一个把球弄下去的人不是王鹤棣，是王传君，对，不是我啊，我不是第一个，这个事情就已经很骄傲了。当时坐下来了，然后很安静的看着那个手上，你的内心 OS。再见了妈妈，今晚我就让。内心 OS 就是我不告诉你，因为这个就是要看正片才能就是 get 到我的那个当时的一整套下来的操作，那有没有想过在这里面给大家试一下你的地势？没有。这个事儿军哥给我提过很多遍了，但是我是觉得太麻烦了，就是要从家里面寄很多原料过来什么的，一是就炎热啊，那个对串的那些就是说不定到时候坏了啊，还是很多这种情况，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太可行啊。那听说你跟军哥斥巨资买了一个神灯，啊哈，那个神灯有帮你完成什么愿望？
其实这个我发现我就是中了我们这个桃花坞的导演的这个套路。对，我一开始还指望着就是说有个神灯可以许个愿，来点什么桃花币什么的。那如果你真的有个神灯，你会想要许什么愿？我这个人比较肤浅，就先来个财务自由吧，然后再来一个我和就是家人们都永远不会生病。最后一个愿就是再让我许3个愿望。那这一季就是有一些新人的加入，就是张虎力老师，他的加入有没有一些微妙的？好玩儿，他加入太好玩了。我就每天，我现在在桃花坞的一大乐趣就是看2位前辈拌嘴，就会感觉家里面的长辈们就也是这种相处模式，就一下就感觉很亲切啊。就之前也在另外一个节目看到你还吃了看完你的小炒肉。国老师，你那个小炒肉看起来挺香的。小炒肉来，传给你那小炒肉。因为我在四川话里面就是我就管他叫老汉儿嘛，这个交流感和这个距离感可能就是相对会比较亲近一些，就当时想的比较简单啊，就想吃。那就是宋茜老师也是新人嘛？是。他之前在你刚比赛的时候，看到。是的，是的。这一次有没有多关照一下这位新人？我觉得倩倩也不需要吗？不需要吧？那可是宋茜，不应该是她，也不是她照顾我啊。我在丽江的时候看到倩姐那几个表演过后，我就觉得就拿捏了，就是这个桃花坞的地位就拿捏了，文艺天花板，文艺委员天花板，那你跟前辈和同辈交流的时候，打开话匣子的方式有什么不一样？我好像就没有打开交流这一概念吧。我觉得有事儿说事儿，没事儿也别硬找话聊，就这种有想法就交流。没有想法的时候，你不用硬来啊。就是你回忆一下这一段小片段，当时心里是怎么想的？啊，没什么啊，就后来又补回来了嘛。经常会遇到这种事情，像我们这种打球的人，就是会很看重这个仪式感嘛，就经常会有这个习惯，就是也会有缓解尴尬的方式，那就是，反正这掌伸出去了就不能空啊。一开始会，后来想通了，就是去那儿都有好吃好喝的，咱就是干饭就行了。这种就是提高生活质量的局，吃点长世面啥的，那就是去年，斌哥有说有一个行为艺术叫陪王后助王。那如果要陪王后助王，要具备哪些条件？需要具备一颗能看得开的心，以及还算不错的体能。其实大家都能陪我玩一天。但是这个取决于大家愿不愿意了啊！自个儿玩也可以，我自个儿也可以玩得很开心。大庆今年没来嘛，他有没有跟你交代些什么？交代我们把脉一摘，拿起你的菜篓子。就是说东北话，交代我们录节目收工了，把麦摘了，就吃好喝好，就这意思啊。就是下面有2个死亡2选1的题啊，吴大靖和王传君。肯定就王传君啊，哥哥年纪大了，武大靖世界冠军，他自个儿可以的啊。我何德何能救这2人物啊？主要是这2人，我感觉都不需要我救，选不出来，太难选了，不选了，毁灭吧。毁灭吧，赶紧的，累了。现在剪刀石头布，赢而赢。我也有赢的时候，麻烦那个后期就是你们到时候去，我估计他们不一定剪进去，对，这是都喜欢把我这个输的这个放大，但其实这个胜败乃兵家常事，拔个10把拳，我还是可以赢个2-3把的，3局2胜啊。今天就证明这个事，剪刀石头布，赢了啊！剪刀石头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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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比1啊！你看看。那你有留意我刚刚都出什么？剪刀。为什么要出？我哪知道啊？因为你是全副呀。但我知道这个段子，但是没想到还是中招了。如果神奇的答案是说，今年桃花坞杀青，我会不会哭？马上停下来，就是可能会哭，但是马上就停下来了，就哭那么一下就停了，就马上停下来。再问一个，桃花坞还会有第4季吗？快刀斩乱麻。这一季结束马上再来看。不，这一季就是杀青的时候就把我摁那儿，就是把第4季的合同签了就快刀斩乱麻。对，明白了。一会儿问题会从这个机子里面传上来。它是个打印机吗？还是个音响啊？它不会
我以为他会突然就那种很大声的说一个啥。啊！抢不到五月天、周杰伦、梁静茹10团的演唱会门票，烦。确实就是能力有限，就是想看着演唱会这些票，咱也没这个能力给你搞到。但是有个兄弟和周董很熟，我可以帮你问问他，那个人是下班长，对。没有，我去看的时候都是就是托人要几张，对，大概是这样。这个问题有点犀利。男朋友嫌弃我追星咋整？我的建议是，你疯狂的安利你的男朋友，让他也变成你追的这个星的粉丝，然后你们俩就可以一块儿追星了。发现自己被近期没怎么联系的好友删了，要不要申请加回来？反正如果是我自己遇到这种情况的话，我肯定是不会加回来的。对，咱好面儿，你把我删了，凭什么我要把你加回来？就能处就处，能处你要把我加回来，再得请我吃顿饭；不处就拉倒，咱也就你微信也别想加回来了。反正这就是我的处理方式。不重要，这都不重要。这个事情已经就是那个红色的感叹号已经造成了就是1万点暴击了，就已经形成伤害了。这个就是这么一个局面。对。那个王鹤棣会火采访结束。